他的蛇尾如同绳索一般紧紧缠住了我，在我耳畔清晰地吐出话语：姐姐将我囚禁了这么久，如今自然也该轮到你了。身为生物研究所的一级生物学家，在实验失败后，我竟被自己亲手养育大的蛇人进行了报复性杀害。当我苏醒过来时，四周一片漆黑，全身仿佛被某种冰冷的东西包围。我试着动了动手臂，那东西却立刻裹得更紧了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这究竟是什么，一道磁性且慵懒的嗓音陡然在耳畔响起。我本以为以姐姐的体能，至少还得昏迷个2、3天呢，没想到这么快就醒了。灯光瞬间亮起，一张熟悉而精致的脸庞映入眼帘。程宇那肌理分明的上半身裸露在外，下半身那巨大的蛇尾在灯光的映照下呈现出暗红的光泽，而他的蛇尾正一圈圈地将我脖子以下的部位牢牢缠住。对于当下的状况，我虽然有些摸不着头脑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我被程宇给绑架了。程宇，我劝你立刻放开我。我瞥了一眼缠住我的蛇尾，面无表情地说道。他却目光深沉，一把掐住我的下巴，这种命令式的语气，姐姐不会以为自己还在实验室里吧？他的力道很大，掐得我的下巴生疼，我忍不住深深抽了口气。你放手！程宇却丝毫没有放松，白皙漂亮的俊脸凑近我，语气温柔却满是讥讽。原来姐姐也会感到疼痛啊，我还以为你的心和身体都是铁打的呢。全身都被他的蛇尾紧紧裹着，那冰凉的触感弥漫全身，被自己从小养大的试验品绑架，我的心头顿时涌起一股复杂的滋味。我叹了口气，程宇，你究竟要怎样才肯放了我？程宇面无表情地盯着我，放了你，姐姐可真会做美吗？哦，不对，他突然勾起唇角笑了笑，我可以放了你，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他吻了吻我的唇角，温凉的气息喷洒在我的脖颈处，气氛瞬间变得十分暧昧。姐姐给我生的孩子吧，只要你生出来，我就立刻放你走。听到这话，我全身的血液仿佛瞬间凝固。与程宇相处了3年，我深知他从不开玩笑，既然他说出来了，就一定会朝着这个方向去做。可这实在是太荒谬了，我又惊又怒。你在想什么呢？你是不是疯了？我当然没疯，我想帮姐姐完成实验呢。他笑了笑，毕竟你辛辛苦苦把我当做试验品养了3年，不就是希望我能将蛇人的基因延续下去吗？我想要后退，却被蛇尾缠得动弹不得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，既然那些母蛇可以，你为什么不可以？他的笑容十分恶劣，眼底没有一丝暖意。其实相较于那些陌生的母蛇，我对你反而更感兴趣。不如姐姐为了科学，牺牲一下自己。我是人，你是畜生，我们的生理构造都不一样。谁说我们的生理构造不一样？程宇脸色一沉，却将蛇尾一圈圈缠得更紧，冰凉的身体凑近我。毕竟在这里，也不是只有你会做实验。我愣住了。程宇抱着手臂冷笑，当你的试验品那么久，你真以为我像其他傻子一样什么都没学到吗？想起往日的种种，我突然感到毛骨悚然，丝丝凉意猛地涌上心头。程宇似乎很满意我的神色，收起蛇尾，将我躺在床上，提醒姐姐一句畜生这2个字，姐姐还是少说说为好，毕竟畜生也是有感情的。有时候畜生甚至比很多人类，比如你要有感情的多。他凉凉地睨了我一眼，甩上门转身离开。2070年，一种前所未闻的病毒在全球范围内肆虐。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，这种病毒只对人类无害，却对除人类之外的其他物种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。仅仅3年时间，生物多样性大量减少，许多濒危物种接连灭绝。为了遏制这一趋势，生物研究所尝试将人类基因注入动物体内，以实现人类基因与动物基因的自然融合，并通过转基因动物将这2种基因遗传下去。尽管人类与其他动物天生存在隔阂，这种违背生物机制的计划难以完成，但从科学家们攻关10年仍未能研制出病毒抑制剂，以及野生生物依旧成批死亡的情况来看，这是目前唯一可行的方案。作为生物学家，我主要研究卵生动物，所以负责卵生动物的区块。在2年内，我培育了上千颗鸟蛋、乌龟蛋、蛇蛋，结果无一例外都以失败告终。经过上万次失败的尝试后，我终于从一颗血蟒蛋中成功孵化出了一条新生命。小南蛇破壳而出，小小的一只，有着婴儿般的头和上半身，以及长长的漂亮的红色斑斓蛇尾。与我期望的纯种蟒蛇不同，由于基因变异，这是一个半人半蛇的异类。其实说不失望是假的，我需要的是能够心甘情愿与母蛇繁育后代的纯蛇种，而不是可能具有人类思维的怪物。但好在只要它功能健全，只要我们把它看管妥当，只要它能够繁育后代，是不是纯蛇暂时也就无所谓了。在我既紧张又兴奋的期望中，小南蛇最终熬过了所有转基因动物宿命般的5个星期。度过了5个星期，说明它有可能是我目前为止唯一一个成功的试验品。为了纪念这一伟大的胜利，我以自己的姓氏给它命名，给它取名为程宇。我希望它能帮助我实现一部分卵生动物的复苏计划。我叫程然，是你的饲养员和研究员。如果你愿意，你可以叫我姐姐。我摸了摸小程宇的头，手指划过他光滑的蛇尾，内心满是欣慰与欣喜。刚睁眼的小程宇听不懂我在说什么，只是眨着那懵懂的暗红色大眼睛，长长的睫毛一扇一扇的，小小的红唇嘟起，看起来可爱稚嫩极了。姐，他嘟着小嘴，皱着小眉毛，吐字还有些吃力。我情不自禁地揉了揉他柔软的黑发，那清香的小南蛇
软软的、小小的、肉嘟嘟的可爱触感，以及那漂亮精致的五官，即便只是一个试验品，却在瞬间让我那许久未曾泛起波澜的心萌动不已。我的手指突然被一双透着凉意的手抓住，程宇顺着我的手指一下子抱住了我的手臂，那细腻的小脸紧紧地蹭着我的手，满是依恋。姐姐，他缓缓抬起双眼，那湿漉漉的眼眸中透露出无辜与可爱。我微微一愣，脸上随即传来一阵温凉的触感，紧接着吧唧一声，程宇糯糯地在我脸上亲了一口，我顿时瞪大了眼睛。他又扑进我怀里，挥舞着双手要我抱抱。我张开双臂将他拥入怀中，他又用柔软的黑色头发蹭着我的下巴，在我怀里不停地翻滚着，最后又在我脸上亲了一口。这小蛇竟然意外的如此粘人，尽管如此，但不得不承认，它确实好香、好软、好可爱。程宇是我寄予厚望的宝贝，所以他的一切衣食住行我都格外珍视，舍不得交给他人打理。从他从白色的蛇蛋中破壳而出，到他能睁开眼睛咿咿呀呀的张嘴说话，这期间的每一个时刻，我都全程陪伴在他身旁。当程宇7个月大的时候，我拿着奶瓶刚刚为他喝完奶，正准备收回手离开，他却猛地扑过来，一把抱住我的手腕，怎么也不松开。他那暗红色的大眼睛一闪一闪的，瘪着小嘴，一副委屈又不舍的模样。我试着抽回手，他却抱得更紧了。要知道，7个月大的他手劲竟然一点也不小，甚至比得上一个成年男性的力道。我对此感到十分吃惊，小年纪就有如此大的力气，等他再长大一些，体能又会强悍到何种程度呢？随即我又觉得自己有些多虑了，就算他的体能再怎么强悍，实验室有着铜墙铁壁，各种高科技机关密布，就算他有3头6臂，也不可能逃出去。我用力抽了抽手，还是无法抽出来，便放缓了语气，试图安抚他。程宇乖一点，放手吧，姐姐要去做实验了。程宇只是瘪着嘴，既不说话也不松手。我又揉了揉他的头，做实验可以给你多培育几个弟弟妹妹哦，等他们出生了，就会有很多伙伴陪你一起玩了。程宇眼巴巴地望着我，依旧不为所动。我皱起眉头，佯装生气地说：程宇，再不放手，姐姐可要生气了。一听这话，程宇小心翼翼地瞄了瞄我的脸色，浓密的睫毛轻轻颤抖着，丹凤眼低垂着，抿了抿唇，低下了头。我以为是自己语气不好，让他害怕了，正准备继续安抚他几句，却没想到他又幽怨地瞟了我一眼，嘴角一撇，冷哼一声，然后气鼓鼓地背过身去，不再理我。这怎么回事？才7个月大的小家伙，竟然就懂得闹脾气了。我既好气又好笑，耸了耸肩，拿着奶瓶关上门就走了。毕竟我还有很多实验要做，没工夫一再去安抚一个生气的小孩子。况且他也不过是个试验品罢了，没必要因为这种情感问题在他身上浪费更多的精力。继程宇之后，我又培育出了一只丹顶鹤，和我的期望一样，这次终于得到了一只纯种的丹顶鹤，没有再出现像程宇那样的变异情况。整个下午，我都沉浸在丹顶鹤出生的喜悦和兴奋之中，爱不释手的一次次检测他的身体数据，以至于桌上的手机震动了好几次，我都没有察觉到。等我完成了对丹顶鹤的数据检测，已经是晚上10点了，我直接错过了8点钟给程宇冲奶粉的时间。等我懊恼地冲好奶粉，跑到放置程宇的房间时，只看到婴儿一动不动地趴在床上，长长的睫毛无精打采地耷拉着，似乎是饿极了。他听到门口的动静，懒懒地抬眼看了我一眼，又立刻赌气似的偏过了头。我一把将他抱了起来，扶着他的头给他喂奶水，可这家伙的脾气却不是一般的大，闭着嘴就是不咬奶嘴。我无可奈何，知道他听不懂我在说什么，还是自顾自地说着：你要怎样才可能原谅我？却没想到怀中的程宇突然开口：我才不原谅你！手中的奶瓶哐当一声掉在地上，我着实吃了一惊。他才7个月大，竟然能够听得懂我说话，并且已经能够组织语言了。而就算是正常的人类小孩，7、8个月的时候也只会无意识地喊爸爸妈妈。心头涌起一种怪异的感觉，我捡起地上的奶瓶擦了擦，不动声色地问：你刚刚说什么？他脸色很难看，抱着手臂看着我，一脸冷漠地睨着我。我说我才不原谅你。我仔细地盯着他，轻轻地问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听得懂我说话，并且学会了说话？程宇似乎察觉到了我的不对劲，突然愣了愣，抬头看了我一眼，却不再说话。看着他这般敏感的模样，我心头的怪异感越发强烈。我语气越发温和，轻轻揉了揉他的头：程宇乖，告诉姐姐，你什么时候学会了说话？程宇又瞥了我一眼，动了动嘴唇，小手臂突然抱住我的腰，声音闷闷的，就像一个犯了错的小孩。我听你们说话，还有你手机里的声音，我估计是这么说的，就试了一下。听他这么说，我瞬间沉默了。是啊，关养他的温室离我的实验室很近，我平时和同事交流时的只言片语确实很容易被他听到。平时做完实验，我也确实喜欢打开手机玩玩，有时候是刷微博、看小视频，有时候是看电视剧，有时候看到程宇独自一蛇呆着无聊，我也会把他抱出温室和我一起看。他总是睁着那漂亮的大眼睛，一眨不眨地跟着我一起看。我最初只是以为他对这些感兴趣，却没想到他竟然是在视频中学习。但也仅仅如此而已。出生才7个月大的他，仅仅通过听和看就大致学会了一种语言。我对他的智商究竟有多高，开始产生了严重的担忧。没过多久，我找来了一个当心理医生的朋友贺岩，希望他能帮我测试一下程宇的智商。可一看到贺岩，程宇就完全变了模样，一改往日温顺柔软的模样，
蛇尾变得僵硬，眼中露出凶光，一脸警惕地瞪着他，口中还发出蛇类警告的嘶嘶声。可能是平日里程宇的表现太像一个人类小孩，黏黏糊糊抱着我的模样太过可爱，我差点都忘了一件事，他体内的基因比重，蛇的基因远远超过人类。所以当看到他小兽般的凶相时，我竟然有一种陌生的感觉。我强压下心头继续蔓延的怪异之感，走过去摸了摸他的头，低声温柔地试图安抚他。程宇啊，让哥哥给你出几道题啊，这样姐姐才能更好地给你制定下一步的培养计划呢。我口中说着培养计划，其实那只是个借口罢了。我只是想弄清楚程宇对人类社会构成威胁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。从之前的种种情况来看，他的体能远超正常人类，如果智商再高的话，虽然实验对于维持物种很重要，但绝不能给人类的生存带来隐患。程宇可怜兮兮地瞅着我，接着又冷冷地瞥了一眼站在一旁饶有兴致地打量着他的贺言。贺言歪了歪头，翘起唇角，冲他露出一个好玩的微笑。程宇依旧表情冷冷的，那暗红色的眼瞳里满是敌意。他咬着下唇，看了看我，最终还是乖乖地点了点头。贺言挑了挑眉，两眼放光地摩挲着下巴。这就是你那个变异的天才大宝贝啊！瞧这五官这脸蛋，以后长大了肯定是个绝色大美人呢。他又扫了一眼程宇缠着我手臂的蛇尾，可惜了，是个蛇人，不然到时候我还真想找你借来玩玩呢。我漠然地瞪着他，警告道：刘医生，你的嘴要是不这么臭，我们会是很好的朋友。贺言撇了撇嘴，不过开个玩笑，就这么正儿八经的。你这样的女生物学家就是无趣的很。我木着脸回应，开一个还没长大的小孩子这样的玩笑，我觉得你不仅比我无趣，还很无聊。贺言耸了耸肩，随你怎么想，这么无趣，活该你单身25年还没男人看上你。等着吧，以后估计也得单身一辈子。我真想回他一个白眼，要不是还得找他办事，我真想像以前一样一巴掌直接招呼上去。测试快开始的时候，我的小指突然被勾住，低头一看，程宇精致的小脸上写满了不开心，那一双暗红色的大眼睛却巴巴地朝我望来。等我出来，我可以立刻就看到姐姐。自从那天后，程宇说起话来越来越流畅了。我笑了笑，当然可以啦，姐姐一直都会等着程宇的。听到我这句话，程宇扇了扇浓密的睫毛，这才安心地跟着贺言进了房间。你确定你的结果没有错？他的智商真的只有120？拿到程宇的智商报告结果时，我其实是不相信的。贺言推了推眼镜，闲散地靠坐在沙发椅上。就目前的检测报告显示，他的智商确实是120。正常人的智商大概在90到110，110到120算优秀，120到140算天才。而从程宇仅仅7个月就展现出的超强学习能力来看，他的智商怎么也得更高才对。我将检测报告甩在桌上，我不相信。按照你的陈述，对于这份报告的结果我也不太相信。贺言眯了眯眼睛，但是你知道的，当心理医生，我是专业的。我面无表情地回应他。贺言叹了口气，如果报告真的有误，那也只有一种可能，只是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了。我示意他继续说下去。你说。贺言正了神色，有可能不是检测结果出了问题，而是检测对象出了问题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一时间没反应过来。意思就是你那个实验对象可能早就预料到你做这个测试的目的，所以故意做错了题来混淆视听。这简直就像天方夜谭，我只觉得很可笑。他才7个月，白纸一张，什么都不懂，怎么可能拥有如此深沉的心机？贺言淡然地抿了口茶，瞥了我一眼，是吗？才7个月大就学会了一门语言，还有什么比这更不可能？确实，程宇就算再怎么早熟早会，但到这种程度也实在不正常。贺言放下茶杯，顿了顿又道，当然，这蛇人就语言方面天赋异禀也不是没有可能，何况120的智商本来也不低。我叹了口气，你的意思是我们还可能是杞人忧天了？谁知道呢？贺言耸了耸肩，这只是我个人的建议和想法，具体怎么处置还得看你。做完1天的实验后，我看了看表，正是晚上7点，快到给程宇喂奶的时间了。冲好奶粉，一路走到养育着程宇的温室，隔着玻璃往里看去，此刻的程宇正蜷缩着蛇尾，趴在床上睡得一脸安详。那巴掌大的粉扑扑小脸，纤长浓密的睫毛，高挺的小鼻梁，嫣红漂亮的小嘴，格外可爱。他是我精心培育的蛇人，生得如此精致可爱，真要我为了一个可能是杞人忧天的猜想就处理他，我心头顿时五味杂陈。或许是嗅到了我的气味，原本还安睡着的程宇动了动，蝶一般的睫毛一抖，忽然就睁开了眼，那暗红色如红宝石般的眼瞳朝我望过来，眼神懵懂而澄澈。程宇到底还是个纯真无邪的孩子。姐姐，他揉了揉眼睛，滑动着蛇尾就朝我奔了过来，2条白皙如玉的手臂抱着我的小腿，暗红色的蛇尾缠了上来。因为是夏天，我穿的是一条短裤，此刻那滑溜的蛇尾摩挲着我的皮肤，触感冰凉。但说真的，那软软凉凉的尾巴，触感确实是说不出的惬意。他眨巴着大眼睛，姐姐，你怎么1天也没来看我了？我好想你。我将他抱了起来，不知道该怎么回话，顿了顿，只得口不对心地说，我也很想程宇。听了这话，程宇的眼睛亮了亮，小手攀着我的脖子，吧唧一声重重亲了亲我的侧脸。姐姐要记得天天来，不然我会很想你的，一难受我就不想喝奶，不想长大了。奇了，这小孩子竟然还懂得如何威胁我了，我有些好笑。所以程宇今年有好好给自己冲奶粉喝吗？他乖乖的点头，有的。
姐姐让我照顾好自己，我就一定会照顾好自己的。自从知道程宇很聪明后，我就手把手的教了他怎么给自己冲奶粉，告诉他如果饿了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。程宇原本是不想学的，瘪着嘴非说学不会要我给他冲，我以若他不学习便不再喜欢他作为要挟，他这才满脸委屈的答应了我。然而那小小的家伙缓缓地拿起奶粉罐，谨慎地舀出奶粉，小心翼翼地捧着罐子去接热水，轻轻地摇晃着，最后满怀珍视地抱着奶瓶喝了起来。这一连串的动作显得既费力又艰难，这般可怜的模样，刹那间让我觉得自己连冲奶粉的举动都像是罪大恶极，不可饶恕一般。自此立下规矩，倘若我忙得忘记给他冲奶粉，他就得自己动手，无需等待我。从这几日的情形来看，他一直都很乖巧，不管我吩咐什么，他都会乖乖听从。所以到底要不要处置他，又该如何处置他，我真的犹豫不决。尤其是每当程宇紧紧地抱着我，软糯地喊着姐姐时，我实在狠不下心。动物都有将第一眼见到的活物当做母亲的天性，程宇这般黏我，想必也是把我当做最亲密的母亲了。而他全心全意爱着的母亲，一连数日却只在思索该如何处置他，这多多少少让人心生寒意。望着程宇那纯真澄澈的暗红色眼眸，我深吸一口气，终于下定了决心，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舍弃他。接下来的几日，我们依旧像往常一样平淡地相处着。程宇依旧很黏我，我也依旧在做完实验后陪他玩耍，给他冲好奶粉。或许是因为程宇是我第一个成功培育出的转基因试验品，也可能是因为他具备人类小孩的聪慧与可爱，在所有的试验品中，我最喜爱他，也更愿意照顾他。更何况孩子的心灵是最为纯净的，当一个孩子满心满眼都是你的时候，那种幸福感简直难以用言语形容。只是程宇和人类小孩终究还是有所不同。程宇满1岁的时候，我在清洗奶瓶时，不经意间发现奶瓶上有2个小孔，我心中一紧，返回温室去查看程宇的牙齿。尽管不明白缘由，但他还是乖乖地张开了嘴。我仔细一看，果然程宇粉嫩的上颚处2颗小小的尖利牙齿不知何时已经长了出来。程宇舔了舔那2颗尖牙，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懵懂。怎么了，姐姐？我一言不发，去工具室拿了拔牙的工具回来，调好灯光。我转头对他说道：程宇，张嘴，口腔里留着这样的牙齿会伤到自己，姐姐帮你把尖牙拔掉。做实验时，为了防止打了麻药的毒蛇突然苏醒，我曾亲自动手拔掉他们的牙齿。做了多年实验，我如今也算是练就了一手拔出兽牙的好本事，所以给程宇拔掉刚长出来的尖牙完全不在话下。可程宇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那工具，二话不说立刻往后退了退，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手中的东西。会很疼的。不会疼的，姐姐会给你打麻药。给小孩子打麻药不好，但程宇的体能很强，一点麻药不会有什么影响。他又可怜兮兮地看着我，不行，拔掉牙就会漏风，会很难看的。1岁的小毛孩就懂得什么是美丑了，但一想到是程宇，这倒也说得过去。我第一次觉得试验品太聪明了，真不是一件好事。程宇一直都很漂亮，缺了2颗牙而已，不会难看的。程宇依旧一动不动。程宇要乖哦，乖的话，以后姐姐每天都给你带小零食。程宇依然目光警惕，反而离我更远了一些。眼见哄劝无果，我还想继续开口劝说他，可谁知程宇一看我张嘴，就立刻先发制人。他皱着小眉毛，一脸严肃，态度坚决：姐姐不用劝我了，牙齿长在我身上就是我的，不管你说什么，我都不会拔牙的。这小家伙奶凶奶凶的，这般叛逆的态度着实让我有些意外。程宇眼珠转了转，咬着嘴唇，又小心翼翼地瞅了我一眼。姐姐怕我的牙齿太尖利会伤到自己，我自己把它磨平就好了。我来了兴致，抱着手臂，说说看，你打算怎么磨平？姐姐有磨牙的东西吗？他不确定地问道。我有磨牙棒，但那是给猫科犬科动物牙痒时用的，我觉得这个派不上用场。程宇低下头，沉默不语。我顿了顿，决定随他去。算了，你自己看着办吧，想通了再跟我说。小孩子总得自己吃了苦头才会知道错，既然他想留着就留着吧。幸好出乎我的意料，这2颗尖牙长到一定程度后就不再生长了，从外观上看只是比一般的犬齿要尖利一些。既然如此，我也就不再过多理会。虽然我不打算放弃程宇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担忧他的危险性。程宇体能强悍，智商极高，与生俱来的敏锐直觉告诉我，如今的他虽然看似温良乖巧，但仍潜藏着巨大的危险。我的直觉从来不会给我错误的提示。于是我向所长提交了加固研究所防御等级的申请，可这封申请就像石沉大海一样，没有任何回音。我甚至主动多次向所长提及此事，他却只是打着哈哈，拍着胸脯自信满满的让我放心，说就算是半只苍蝇也飞不出研究所的铜墙铁壁。我没有研究所的实权，所长如此态度，我也实在没有办法。没有办法，加固研究所的计划只能暂时搁置，继续若无其事的和程宇相处了1年。在这1年里，我开始惊奇地发现程宇更多的异常之处。7个月大的程宇拥有成年男性的体能，而又过了1岁的程宇竟然能够徒手掰弯实验室的钛合金小门。与他那恐怖如斯的体能相匹配的是他那令人难以置信、1日千里的成长速度。1岁07个月，
他已经长成了人类少年15岁的模样。那漂亮稚气的白皙脸庞，精壮劲瘦的上半身，粗壮而亮泽的壮硕蛇尾，蜿蜒着可以从温室门口一直延伸到最里面的角落。小小的温室已经容不下他了，我决定将他安置到一个更加宽敞的房间里。把他安置好后，我心中始终惦记着新诞生的科莫多巨蜥，便随口安抚了程宇几句，让他随遇而安。我细细说着，程宇则安安静静地听着。可我说完准备离开时，他的蛇尾却勾住了我的腿。我用力想掰开，他的蛇尾却依然纹丝不动。在力气上，我无论如何都拼不过他，只得无奈地叹口气：“程宇，别闹了，我还要回去做实验呢。”他却始终不声不响，一双肌理分明的手臂缓缓地环住了我的腰。一阵电流般的感觉划过，我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蛇类的阴冷。少年只是轻轻地将下巴搁在我的肩上，清冷又磁性的嗓音低低地响起：“姐姐留下来多陪陪我好吗？总是我一个人待在空荡荡的房间里，我也会感到寂寞。”耳畔传来一抹温凉的触感，程宇轻柔地吻着我的脸颊：“姐姐，今天多陪我一会儿可以吗？就一小会儿就好。”程宇乖些，我今天真的没时间。孵化这只科莫多巨蜥，我整整耗费了6个月的时间和精力。今天正是它破壳而出的第5个星期，作为它的全权负责人，等会儿我必须去检测它的身体数据。然而，谁知程宇今日却格外反常，全然不再是往日的乖巧模样，不仅对我的话充耳不闻，他的蛇尾反而愈发肆无忌惮地缠住了我的腿。我再次尝试动了动腿，想要挣脱开来，可他却愈发强势。那温凉的脸颊紧紧地贴着我，放开！我无奈地冷声道。他的嗓音闷闷的，可是我真的很想和姐姐待在一起。今天真的不行，改天我有时间一定多陪陪你。我准备掰开他的手，可他却像钳子一样，依旧纹丝不动。姐姐每次都这么说，可从来没有哪一次你真的有空过来。下次一定。这句话你在1年内总共说了165遍。程宇眯起眼睛，直接打断了我。姐姐，别再敷衍我了，得有个限度。我无可奈何，开始转移话题。我都说了这么多遍了，你也该反思反思自己是不是太粘人了。同样是我手下的试验品，其他几个品种从来都不粘我，有的甚至在我给他们抽完血后都不会抬一下眼皮看我一眼，怎么偏偏到了程宇这里，他就这么粘人呢？好在程宇还是懂得察言观色的，眼见我态度坚决，他垂下了睫毛，又抱了我一会儿，这才缓缓松开了手。他静静地看着我，那作为补偿，姐姐要答应我一个请求。程宇从来没有向我提过什么要求，我不禁有些好奇，什么请求？他的视线缓缓下移，目光炽热，视线停留在了我的唇上，凤眸微微眯起，舌尖轻轻地舔了舔嫣红的嘴唇。那模样看起来俊秀清冷的少年，如此无意识的举动，竟有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勾人和魅惑。我不禁微微一愣，蛇性大多荒淫无度，体内蛇类基因占比远高于人类的程宇，是否也依旧如此？程宇微凉的鼻息喷洒在我的颈间，痒痒的。姐姐，我发现了一件好玩的事。上次我看到一个男研究员和一个女研究员紧紧地抱在一起，刚开始我真的很好奇他们在干什么，观察了他们好半天，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他们是在嘴对着嘴。程宇眼眸深深地望着我，姐姐，你说他们在干什么呢？我抽了抽嘴角，昧着良心随口胡诌，也许是其中一个人缺氧了，另一个在给他做人工呼吸，不过他们脸上的表情看起来开心极了。程宇勾唇微笑，目光中满是殷切。我也很想知道这到底有什么好玩的，所以我也想像他们那样，姐姐，我也想给你做人工呼吸。我看了看程宇，那白皙的脸庞，嫣红的嘴唇，少年容颜如同美玉，但要和自己养育的蛇人亲吻，这实在是太荒谬了。程宇，那是只有情侣和夫妻才会做的事，我和你不是那种关系。程宇顿了顿，目光微微一动，那我和你到底是什么关系？这个问题一下子把我问住了。我总不能坦白地告诉他，你只是我的试验品，而我是你的造物主。我思索了片刻，斟酌着说道，你是我的孩子。程宇沉默了，过了好一会儿，他又抬头看着我，目光中隐约多了一些我看不太懂的东西。姐姐一直都只把我当成孩子吗？是，其实也不完全是，但实验室的这种关系没必要跟程宇明说。程宇皱起了眉，所以在姐姐眼里，我和那些家伙没什么区别，都只是你的孩子。大致是这样的，但相较于那些试验品，程宇更具人性化，我确实更偏爱他一些。得到肯定的回答后，程宇暗红色的眼眸深沉如漩涡，只是默默地盯着我。我看了看他的手臂，又说道，而且你已经不再是一只小小的婴儿了，不能再像小时候那样动不动就亲我抱我了。程宇的长睫轻轻颤动，下一秒他那丹凤眼内就盛满了委屈。可这有什么不同呢？我不过是个子长高了一些而已。姐姐这样说是不是不喜欢我了，不想让我和你接触了？我不想多说什么，只是觉得程宇嘴上叫着姐姐，内心却把我当作母亲。孩子被母亲突然疏远，一时间确实难以接受。我叹了口气，想要揉一揉他的发顶，却发现他已经不知不觉比我还高了。在交流时，我也不自觉地从俯视换成了对他的仰视。电光火石间，我突然意识到了一件事，程宇拥有人类的思维，过不了多久就该成年了，而我却没有教过他如何读书认字。没有知识的头脑是空洞的，蛇性又多冷血荒淫，如果不加以正确的引导，
我不敢想象长大后的程宇如果本性释放会变成什么样。我希望程宇以后能有道德素养的约束。就这样想着，我做出了一个这辈子最错误的决定，教程宇学习。曾经我认为火上浇油是一件极其愚蠢的事，但现在我却做了一件比那更愚蠢的事，亲手给危险的猎人递上了最为致命的武器。我给了程宇一台笔记本电脑和语文课本，并告诉他如何使用电脑，如何寻找老师，如何自学。如果有不懂的地方可以随时问我，我来看他的时候就会给他解答。程宇一开始不情愿地接过，可学了几天后就开始专心起来，一直到后来我几次给他送来饭菜，他也只是光顾着学习，他的注意力被分散了，也不再像从前那样黏着我了。这实在让我大感意外，没想到程宇竟然会对文科和儒学如此感兴趣。就这样又过了1年，实验室依旧忙碌着，我做实验，程宇学习。只是学了一阵后的程宇，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，他看我的眼神越来越奇怪，但每当我察觉到仔细去看他的眼睛时，却只看到一片澄澈的暗红色眼眸。尤其是有几次我来给他补习时，他抬起眼来看了我一眼，若无其事地动了动手指，画面就回到了今天刚学的课程。我打开他的书本，不动声色地问他在看什么，他只是摇了摇头，漫不经心地回答我。我原本打算再观察几日，然而事与愿违。那只一直安分守己了1年的科莫多巨蜥，出人意料地引发了新的状况。原本一切正常的体测数据突然间变得混乱不堪，原本吃得好睡得好的巨蜥，如今却天天躺在温室内，食欲不振，气息奄奄。倘若不立即想办法解决，之前在他身上花费的心血都将付诸东流，为数不多的科莫多巨蜥也将在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。我整日埋头做实验，忙得焦头烂额，实在没有多余的精力再去顾及他。以至于有一天，我刚刚给程宇抽查完作业，他突然问道：“姐姐，你真的喜欢我吗？”他神情专注地看着我，仿佛在仔细端详我的表情，心中牵挂着巨蜥那一连串乱了套的数据检测。我只是随口敷衍地应了一声他又深深地望着我，问道：“有的病毒真的有那么可怕，真的那么难以战胜吗？”是的，如果不是病毒特别棘手，实验室也不会另辟蹊径走上转基因动物这条路。但此时的我却忽略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，我从未教过程宇关于病毒等生物方面的知识，他又是如何开口提到病毒的，又为何只提到病毒？如果他不是对实验室的计划有所猜测，是不会这样问的。只是当时的我并未多想，低头看了看表，预估巨蜥的最新检测结果也该出来了，便立刻马不停蹄地赶去忙实验了。程宇也没有像往常那样黏着我，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离开。他默默地关上电脑，最后什么也没再问。今年实在是多灾多难，实验室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程宇继科莫多巨蜥之后，程宇的体检报告也出现了问题。程宇通过对他的身体数据检测，我突然发现了几种之前从未见过的物质，我感到十分惊奇，于是对这些物质进行了仔细的分析。但在查阅了所有的化学物质数据库后，依然没有任何结果。对于这一发现，我感到非常震惊，但考虑到程宇的安危，即使我心中大为惊骇，也不敢将这一发现告知所长和其他同事。他们原本就对程宇的存在不太满意，一旦得知此事，必定会要求我立即将程宇安乐死。只是程宇体内出现了这种奇特的物质，这个实验又是否还能继续进行下去呢？是时候检测他体内的遗传物质了。我来到程宇的房间外，试探性地问他平时是否会有某种冲动，或者开始幻想别的异性。他那白皙如雪的脸瞬间变得通红，不好意思地看了我一眼，丹凤眼一眨一眨的，过了好一会儿才低声嗯了一声。得到确认后，我拿出口袋中的试剂瓶，抬头看着他说道：“既然这样，程宇，我需要你身上的一样东西。”看到我的动作，刚才还一脸羞涩的程宇脸色微微一变，目光陡然变得警觉起来。什么东西？我看了看手中的瓶子，不知为何突然有些难以启齿。但我养育他这么久，不就是为了这一天的实验吗？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，我不仅犯了难，还感到羞愧呢？深吸一口气，再次直直地看向他，轻轻吐出几个字：“你的基因。”果然，一听这话，程宇的脸色彻底变了。他脸色铁青：“姐姐要这东西干什么？”我沉默着没有说话。房间的玻璃反射着犀利的冷光，程宇目光幽沉：“如果我不同意，姐姐又会怎么做？”相处3年，这是我第一次在程宇的脸上看到如此激烈的反应。我叹了口气：“对不起，程宇，如果你不同意，我就不得不采取其他强制手段。”程宇咬着牙：“我倒很想知道，你们能采取什么强制手段？”我默默地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针管。说实话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我是不想将这个东西拿给程宇看的，更不想将这种对付兽类的东西用在他的身上。看着我手中的东西，程宇的面色更加难看了。“姐姐，你一定要做得这么绝吗？”“不好意思，我别无选择。”程宇死死地盯着我，沉默了许久。“既然这样，姐姐至少让我体面一点。”他抬眼看着我手上的东西：“把那东西给我吧，我自己来。”“你……”我看着他苍白修长的手指，心中莫名涌起一股愧疚感。我终究还是有些于心不忍。这次其实也没什么，只是检测一下有没有问题。但如果没有问题，姐姐又会怎么做呢？哼，他嘴角勾起一个冷漠的弧度。如果没有问题，项目自然是要继续推进。如果我猜的没错，姐姐陪我根本就不是因为有多喜欢我，你的一切目的就是
说到这里，他偏过头，算了，就算这件事让我无法接受，我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试验品，又能改变你什么决定呢？程宇看着我的眼神幽深而伤痛，充满了深深的失望。我什么也没说，只是将瓶子递给了他。我在门外站了很久，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程宇终于出来了。他将东西递给我，除了脸颊上还残留着些许红晕，整张脸上依旧没有什么表情。东西你拿到了，姐姐总该满意了吧？我抓着手中的瓶子，一时间只觉得它无比烫手。转过身正准备离开，程宇突然又叫了我一声姐姐。我回过头去，只见程宇那长而卷翘的睫毛微微颤抖着，沉默了一会儿，认真地看着我。等这个实验结束，我没有了利用价值，你们又会怎么安置我？我微微一愣，这件事我确实没有想过。程宇是蛇人，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实验室出现过这种变异的情况。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，如果不将程宇囚禁致死，那么最一劳永逸的办法，你们会处死我，对吗？程宇盘着蛇尾，淡淡的说道。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，我暂时也无法给程宇任何承诺。看着程宇低落嘲讽的眼神，我顿时感到更加羞愧了。我会尽量想办法留下你的。说完，我不再看程宇的神情，拿着东西快速离开了。当确定程宇的遗传物质中不存在那种额外的物质后，我的内心涌起了复杂的情绪。一时间，我不知是该为实验能够继续推进而松一口气，还是该为又要伤害一直对我真心相待的程宇而感到愧疚。然而，参与这个项目的并非只有我一人，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濒临灭绝的蛇类彻底消失。于是，我再次来到了程宇的房间外。与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，此刻的程宇只是静静地盘着尾巴待在原地，面无表情地冷冷看着我走近。如此冷漠的程宇让我的心头愈发难受。仔细回想，我和程宇之间似乎早已有什么东西在不知不觉间发生了改变。他不再像小时候那样黏着我，甚至看我的眼神也不再清澈纯净，偶尔深邃如墨，让我都难以看清。如今我们的关系因为这个项目而变得无比生疏和僵硬。程宇毫无表情地说道，姐姐这回还准备要那东西吗？我收敛了表情，冷冷地回道，是的，所以我的基因没有问题，这次是真准备给那些东西用的吧？是，还是给我吧，我自己取。程宇自嘲地笑了笑，然而当我的手伸过去时，他却只是默默地盯着我，半天也没有接过试剂瓶。姐姐，我知道你现在做的一切是为了什么，但不管怎样，这事我一点也不能接受。听到他的话，我的四肢变得僵硬，一股诡异的感觉掠过心头。我猛地抬起头，只见程宇那暗红瑰丽的眼瞳中一片漠然，嫣红漂亮的嘴唇挂着冰冷的笑容。如果不是因为姐姐在这里，2年前我就想彻底离开这里了。刹那间，原本明亮的实验室突然变得一片漆黑。实验室里暖气开得很足，但我却只觉得浑身冰冷。随后，我的后颈传来一阵剧痛，接着便彻底陷入了昏迷。在昏迷前的那一刻，程宇接住了我，并将我抱在怀里。迷迷糊糊中，我只听到他漠然的呢喃：“其实我也不舍得对姐姐这么粗暴，哼，谁叫你这么惹我生气。”再次醒来时，已经是2天后。我所处的地方从原来的实验室变成了一栋陌生的别墅。那天实验室的灯全部熄灭后，程宇直接将我打昏了过去。之后可能给我注射了某种药剂，让我昏迷了2天才慢慢苏醒过来。睡了2天后，我头脑昏沉地推开房间的门，沿着宽敞的走廊摸索了一阵，依然没有看到程宇的身影。程宇，我不确定地对着房子喊着，空气瞬间陷入了一阵诡异的安静。下楼，左拐，第2个房间。熟悉的声音响起，我顺着声音和提示往楼下走去，瞥了一眼房间号，径直走了进去。推开门，房间是低调的黑灰色，布置极其简洁，没有多余的家具，整个房间透露出几分莫名的清冷暗黑之色。姐姐，我在浴室里面。程宇的声音有些漠然。听到浴室，我短暂的停顿了一下脚步，但随后想到程宇下半截是蛇尾，反正也看不到别的东西，便没有多犹豫，直接推开了门。和卧室一样，浴室也是低调的黑灰色，一个宽大的浴池占据了一半的面积，浴池内水汽弥漫。程宇那俊美的脸庞因为热气的蒸腾，竟然带上了几抹如桃李般艳丽的妩媚。但少年的妩媚，一而不妖，媚而不俗。他白皙优美的后背散漫地靠在池壁上，上半身的线条劲瘦漂亮，肌肉恰到好处的紧实饱满，充满了力量感。这1年忙于实验，我没有心思关注程宇，现在才发现完全长大的程宇已经出落得如此惊艳。虽然出落通常是形容漂亮女孩的词，但用在他身上却十分合适。姐姐找我有什么事？程宇神色淡淡，隔着雾气转头望着我，目光冷冽。说实话，他这样的目光让我有些难过和失落。我停顿了一下，过了半天才想起找他的目的，连忙将心思从他的脸和上半身移开。我想知道实验室是怎么回事，你又是怎么逃出来的？实验室怎么回事啊？程宇勾起唇角笑了笑，说出的话让人震惊。自然是我用病毒黑进了实验室的安全系统。我难以置信，你什么时候掌握了当黑客的电脑技术？姐姐难道忘了吗？
你可是给了我电脑。程宇看着我，从拿到那个东西的时候，我就对为什么这个小小的板子能搜罗到各种信息感到好奇，几乎天南海北无所不包。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，我对他感兴趣，自然就下了一番功夫去研究。想起往日的种种，我突然感到毛骨悚然，一股凉意猛地涌上心头。你是说，你在1年之内学会了电脑，而且从入门到精通仅仅用了1年，最后还成功破坏了研究所的防御系统，并完成了出逃？程宇点了点头。至于我为什么不让姐姐知道，他的眸光闪烁了一下，眼底一片冷意。我知道姐姐不喜欢我太聪明，为了保险起见，自然不能让你发现。我突然想起他7个月大时做的智商测试，得分是120。虽然120已经算是高智商，但仍然不足以完成如此逆天的操作。程宇，如果我没有猜错，你7个月时候的智商测试是故意做了假？程宇沉默了一阵，是。我直接倒吸了一口凉气。我从未想到7个月大的孩子竟然就有如此深沉如海的心机，强悍如斯的体能，体内的莫名物质，以及不知道高到何种程度的智商。我从未有一刻像现在这样对程宇感到恐惧。但如果我不作假，姐姐会放过我吗？他眼神中透露出玩味。他说的是事实，我无从辩驳。如果知道他是这样腹黑狡猾的性子，我绝对不能让他继续存在下去。不想在这里继续纠缠，我决定转移话题。那这栋房子呢？你又靠什么赚的钱买下了这里？当程序员，当黑客，帮一个老板设计游戏，做开发，闲暇时再给一些公司设计个防火墙。我大为不解，他们信得过你？自然是得用点手段。我黑了那个公司老板的电脑，并威胁他只要给他一份满意的工作，我就放过他和他的公司。所以他们就算信不过我也没有办法。我做员工做到这个份上还这么硬气，我真是大开眼界了。我没做丧天害理的事，毕竟姐姐曾经教过我，做人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不能为了私欲侵害他人利益。程宇，姐姐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一直记在心里，只是不知道在姐姐心里我又算得了什么。他端详了我的表情一阵，似乎对我很失望，别过头不再看我。姐姐不是要那些东西给我生孩子吗？我仔细想了想，还是姐姐亲自来比较合适。程宇两手撑住浴池壁，水波荡漾，缓缓站起身。我一瞅他这举动，感觉与平常大相径庭，太阳穴不由自主的突突直跳，心中猛地一紧，赶忙背过身去。身后随即传来水波晃动的声响，还有程宇轻轻的一声低笑。姐姐真是聪慧，竟然能猜出我身上发生了变化。我只是背过身，一声不吭。没过多久，脚步声传来，程宇的气息渐渐靠近。我索性直接闭上眼睛，急切地说道：“别过来，你衣服穿上了没？”“衣服吗？”程宇的声音听不出丝毫情绪。真稀奇，以前姐姐怎么从来没提醒过我要穿衣服呢？我着急地说：“那能一样吗？”“哦。”他淡淡地说：“有何不一样？”我有些生气：“程宇，你非得让我说出来，让你心里好受些吗？”程宇的脚步声停下，过了半晌，传来轻微的窸窣声。我还以为姐姐一直都冷静自持呢，没想到这么经不起逗弄。他再次靠近我，双臂环住我的腰，下巴轻轻地抵在我的头顶。姐姐，我成功画出双腿了，我现在离你又近了一大步。他又在我的耳骨处亲了一下，暧昧的在我的脖颈落下一吻。蛇是冷血动物，程宇的体温天生偏冷，可我却觉得他触碰我肌肤的每一处都滚烫无比。这样的程宇让我感到格外陌生，我浑身僵硬，一动也不敢动。姐姐之前说我们构造不同，现在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算是相同了。我自然明白她所说的不同并非人类之间的差异，而是物种之间的区别。我睁开眼，果然看到程宇健美的上半身以及2条修长笔直的腿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稍稍平复了一下情绪，问道：“你什么时候能画出腿的？以前不行，但前一段时间就可以了。”我愣住了，什么意思？你做了什么？程宇顿了顿，双臂反而把我抱得更紧了，沐浴露淡淡的香气悠悠地从他身上散发出来。这个以后再告诉你吧，毕竟姐姐今天接收到的信息实在太多了，怕你一时接受不了。他深深地望着我，最后一把将我打横抱起。我吓得猛地一惊，一边手忙脚乱地去勾他的脖颈，一边还得小心翼翼地避免把他的浴巾蹭掉。要是掉了，那场面只会更加尴尬。他却稳稳地抱着我，推开门往卧室走去。想到他之前说要我生孩子的话，密密麻麻的恐慌涌上心头，我顿时头皮发麻。我厉声喝道：“程宇，你要干什么？”他勾唇一笑，松开手把我放在床上，就想让姐姐陪我睡个午觉。怎么，姐姐以为我想做什么？他在我身边躺下，再次将我揽入怀中，我的侧脸贴着他微亮的胸膛。果然，人腿还是没有蛇尾方便，蛇尾还能将姐姐整个缠住，人腿却什么都做不了。我微微一愣，他又动了一下，侧脸贴上我的脸，彼此间的呼吸清晰可闻。我甚至能清楚地数出他根根浓密的睫毛。蛇天生就热衷于将喜欢的东西牢牢占为己有，当然我也不例外。但是姐姐，我还想等你心甘情愿，只是这个期限，我希望是在春天之前。现在正是2月初，距离4月繁殖期的到来还有大约2个月的时间。要我在2个月内喜欢上程宇，并愿意和他发展成那种亲密关系，对我来说确实有些困难。但程宇的发情期总会到来，如果不加以控制，我总不能一边拒绝，一边又建议他去找别的女人。
于是我向程宇提议，让他给我一个房间和一些实验器具，我来研制遏制他发情期的药物。听到我这样说，程宇只是抱着手臂，眉眼间透着清冷，毫无反应。他漫不经心地说道：“姐姐与其花心思给我研制这个，倒不如想想怎么研制出病毒抑制剂。”我沉默了一瞬，我并不是病毒方面的专家，这个领域我不太擅长。那姐姐有没有想过和我一起研究？程宇抬眼看向我：“你会做实验？”我愣住了。从小在实验室长大，我又不是那些只知道吃饱了睡，睡饱了吃的蠢货。程宇挑了挑眉，虽然还没亲自上手做过，但也了解个大概了。我再次默默无语。以前我对程宇的关注度真是太低了，他在我眼皮子底下做了这么多事，我自己却全然不知。我接着问道：“那你对这病毒怎么看？”程宇将手中的电脑转向我，指着电脑上一串串数据和图片。这个病毒我从半年前就一直在调查，甚至还让我那个老板找了顶尖的病毒专家来研究，这是专家最新的研究成果。虽然现在是严肃的时刻，但我还是忍不住在心里默默腹诽，程宇这老板可真是个大冤种，当老板不仅被威胁，还成了员工的小弟，丝毫不知道我在想什么。程宇只是目光专注地盯着电脑屏幕，跟踪这个病毒大半年，我倒是想到了一个突破口。他又看了看我，不过我在生物方面的天赋差些，知识储备也不够，专家发过来的数据我有些只能一知半解，所以我需要姐姐的帮助。程宇的办事效率极高，仅仅一个下午加晚上的时间，一个新的实验室就布置好了。我们一边和那群病毒专家讨论，一边在实验室里进行着实验。日子仿佛又回到了我离开实验室之前，一切都忙碌而又充满意义。就这样，2个月的时间过去了，抑制剂的研制终于有了些眉目。但我们却忽略了一件事，我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电子显微镜内一点点解体的病毒，从未有过如此兴奋的时刻。我想立刻去找程宇告诉他这个好消息，这才发现由于自己沉迷于实验研究，竟然一个下午没见到程宇了都没察觉到。我上楼来到他的房门前，本想推开门，可房门却怎么也推不动，估计是被他从里面反锁了。程宇，心头隐隐有不妙的感觉，我对着里面喊了一声，没有声音。难道不在？我又喊了一声，依旧没人回应。就在我准备转身去别的房间找他时，门突然啪嚓一声打开了，一个身影一闪，一只手把我拉了进去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，嘴唇就被堵住了。我挣扎了一下，程宇却吻得更用力了，箍着我腰的手，力道大的仿佛要把我嵌进他的身体里一样。我从未见过程宇这样发狂失态的样子，不自觉地加大了挣脱的力度，但我们体力上的悬殊让我根本动弹不得。我缓缓抬起头望向他，只见他原本那暗红色的眼眸此刻已转变为鲜艳的嫣红。就在我快要喘不过气来的时候，那一吻结束了。我这才惊觉他的唇边竟然真的带着血迹，仿佛是他自己咬出来的。程宇紧紧皱着眉头，那模样看上去难受至极。姐姐找我何事？病毒。我刚开口说话，他便又贴了上来，堵住了我的唇。唇齿相依间，程宇的声音有些模糊不清。我之前说过给姐姐时间期限，姐姐现在可以给我答复了吧？脑中如同轰响一般，我瞬间僵住了。4月份了，蛇类的发情期已然开始。如果我还是不愿意，你又将拿我如何？我突然冷静下来，直直地凝视着他的眼睛问道。程宇咬着牙，眼尾处透露出一丝狠意。姐姐，这句话对现在的我而言可一点意义都没有。我试图推开他，然而他却如同磐石般纹丝不动。我索性也放弃了挣扎，毕竟我也成年许久了，这种事情我还是看得开的。不过我倒是很想知道，程宇是否真的会不顾我的意愿。他紧紧地盯着我，受这个时期过于活跃的激素影响，他一向白皙的脸庞微微泛红，喉结不断滚动，眉头皱得更深了。姐姐真的就如此无情？我依旧一动不动，只是静静地等待着他的反应。见我不吭声，过了许久，他像是认命了一般，低头自嘲地轻哼一声。罢了，要是我真能狠下心就好了。心头猛地一动，我继续试探道：所以你之前说的那些话都只是为了吓唬我？程宇只是咬着唇，没有说话。过了好长一段时间，他突然松开了我，脸色愈发阴沉。要走就走，赶紧出去，顺便把门锁上。不管怎样，1个星期后再给我打开。说着，他紧紧拎着我的手臂，准备将我往门外推去。我瞥了一眼他手臂上的鲜红，那是几点血迹，估计是我进来之前他自己咬出来的。的确如此，如果程宇真的准备强行逼迫我，根本不需要等到现在。这个3年前由我一手培养起来的少年，在这种时刻依然尊重我。如果我再看不明白他对我的心意，那我可就真成傻瓜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我停下了脚步。程宇的眼神瞬间变得幽深起来，嫣红的嘴唇微微勾起。这可是姐姐亲口应允的。我醒来的时候朝窗外望去，一片漆黑。打开手机看了一眼时间，已经是第4天的晚上。自从那天之后，我已经在这个房间里浑浑噩噩地待了4天，脑海中的画面如潮水般闪过，羞耻感顿时涌上心头。我掀开被子站起身来，当身上传来尖锐的痛感时，我才终于清醒了一些。虽然我对蛇类了解颇多，但当真正亲身经历时，还是忍不住打了个寒战。姐姐，一双手从身后搂住了我，程宇的头枕在我的肩膀上，
声音中还带着刚醒来时的沙哑。我动作猛地一僵，僵在那里一动不动。姐姐是我的了，真开心。她在我的后颈处亲吻了一下，然后扳过我的脸，又在我唇上亲了一口。姐姐既然答应了我，是不是意味着在姐姐心中我还是有那么一点位置的呢？我只是垂眸看着她放在我腰间的手，微微有些发愣。真的有位置吗？我其实也不太确定。和自己的试验品在一起，这种事情是我以前想都不会去想的。见我不说话，程宇又粘了上来，自顾自的不停的呢喃着：姐姐，和我在一起好不好？意志剂研制出来之后，我想和你一起周游世界。如果你愿意，我们还可以生个孩子。似乎想到了什么，他又顿了顿，皱起了眉头。不对，还是不要孩子了。姐姐的目光一直停留在我的身上就好，要是孩子出来捣乱就不好了。我回过头，看着程宇那清冷但却饱含深情的眉眼，内心仿佛有什么东西在逐渐融化。我听到自己轻轻地说道：好。听到我肯定的回答，程宇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，笑意也更深了。在那一瞬间，我突然回忆起了小时候那个乖顺的程宇。松开我，从床头柜里取出一个东西，递给了我。我低头一看，是我的手机。一抹异样的感觉划过心头。没错，从他将我绑到这里开始，他就没收了我的手机，甚至每次通过电脑和专家讨论抑制剂的时候，他都一直守在我身边，就是为了防止我与外界取得联系。他紧紧地抱住我，舔着我的耳垂，希望姐姐不会辜负我的信任。我回抱住他，轻轻地嗯了一声。接下来，经过多次试验之后，我、程宇以及那群顶尖的病毒专家终于成功研制出了病毒抑制剂。随后，实验进程进入到对病毒抑制剂的后续跟踪阶段。所幸的是，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利，中了病毒的野生动物们陆续开始恢复健康。用不了多久，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就会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整个生物界。得知这一情况时，程宇正搂着我窝在沙发上看电影，看着手机屏幕上不断滚动的信息条，我微微松了一口气。如果一切都正常，那么自然界的一切都将逐渐恢复秩序。程宇下巴轻轻地搁在我的发顶，姐姐，对现在的成就还满意吗？我放下手机，正准备开口说话，突然一声巨响打断了我的话语。别墅的门被撞开了，一队武装士兵端着枪破门而入，黑洞洞的枪口一个个笔直地指向程宇。别动，放下叶博士。程宇放在我腰间的手微微一顿，他面无表情地看了看那些士兵，又低头看了看我。我未曾想到，在这种危机时刻，程宇竟然还能如此出奇的冷静。他只是紧紧地盯着我，我也抬头回望着他，他的眼底如同寒冰一般。姐姐最终还是打了电话吧。我没有说话，不动声色地从袖口掏出一个针剂，对着程宇的大腿猛地扎了进去。程宇微微眯起了眼睛，那暗红色的眼瞳中满是难以置信地盯着我。你，我缓缓站起身来，轻轻推开他逐渐变得无力的身体，居高临下地凝视着他。这是一支强效麻醉针，剂量之大，足以让一头大象当场死亡。以程宇的体能，虽然不会致死，但也能让他立刻瘫软下去。姐姐，你可真是够狠心的。我别过头，不敢去看他的眼神。对不起，程宇，但请相信我，你不会有事的，不会有事。程宇轻嗤一声，作为一个已经没有任何实验价值的异类，回去等待我的只会是终结吧。我沉默不语，一声不吭地拔下了程宇身上的麻醉针，不再看程宇一眼。我转身对那些武装士兵淡淡地说道：我们走吧。把程宇带回实验室后，我们把他重新关回了原先的房间。在商讨如何处置程宇这个问题时，研究室的人都一致决定对程宇实施安乐死，而我只是静静地坐在会议室内，一言不发。等到讨论接近尾声时，所长看向我，问道：作为半蛇程宇的全权负责人，叶博士，你有什么看法吗？我淡淡地说道：我没什么看法，这个决定我赞同。我扫视了一眼会议室里的众人，接着说：只是在处决他时，我想亲自动手。所长狐疑地打量着我，说道：这当然可以，不过你和实验品毕竟有感情，这个过程我们需要旁观。我点头表示同意，说道：这是自然。当我打开关押程宇的门时，只见一个简单的房间，程宇毫无表情地半躺在床上。麻醉药剂的时效为2天，此时距离药效结束还有1天，程宇依然无法动弹。他懒懒地瞥了我一眼，又看了看我身后跟着的团队以及我手上拿着的东西。他挑了挑眉，讥讽地笑了笑，说道：姐姐终究还是来了呀。我没有吭声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我又问道：程宇，你现在能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能变出人腿了吗？程宇回答道：这个不用我说，姐姐那么聪明，怎么可能猜不到？我思考了一下，确实能让她画出人腿的，只能是之前她身体内的那种奇怪物质了。虽然不知道那种匪夷所思的东西是如何诞生的，但它确实出现在了我的实验室里，而程宇也确实能够操控那种物质。程宇又说道：姐姐既然知道了答案，现在总得说出你的目的了吧？我别过头，说道：你应该是知道的。程宇低头沈笑，说道：姐姐若是想杀掉我，只管告诉我一声就是了，我又怎么可能不束手就擒呢？我沉默了片刻，然后说道：我报了警，你为什么不拦截我？难道你没有监控我的手机？
程宇满不在乎地说道：“我不过是想打个赌，赌赢了，我和姐姐一生一世；赌输了，大不了就是赔上我的命而已。所以，我有什么必要监控你的手机？”虽然他这样说着，但他逐渐泛红的眼角以及微微颤抖的指尖，还是泄露了他心底最真实的情绪。我叹息一声，低头吻了吻他的唇角，弹掉针管上多余的药汁。程宇，睡个好觉吧。给程宇注射完所谓的安乐死后，我将他的身体推进了冷冻库。由于病毒抑制剂的研制成功，实验室众人的关注点立刻从刚死去的蛇人身上转移到了抑制剂上。多数人的注意力总是转移得很快，很快就没人再在乎程宇了。寂静无声的冷冻库，我独自一人来到了放程宇的隔间，抽开柜门，团团冷气翻滚而出。程宇脸色苍白地躺在一方小柜里，我缓缓将手中的解药推了推，看着红色的液体点点滴滴注入他的静脉。我摩挲着他没什么血色的脸，缓缓思索着自己的计划。如果不出意外，同事们将在3个小时后结束研讨会回来。再过1天，我将会借着职务之便以及这次抑制剂研究立下的功绩，申请江城宇带回家当标本。不久，我将会对实验室提出离职，和程宇彻底离开这座城市。是的，我给程宇注射了自己研制的甲安乐死，目的就是为了骗过实验室的同事。甲安乐死虽然不致命，但2天之内如果不注射解药，被注射者也必将彻底没命。由于安乐死药效强，程宇至少也得要5天才能醒过来。我知道程宇心高气傲，做事无所顾忌，如果我提出这个计划，他必然不会同意。对不起，替你做决定是我的不对，但我也希望你能过得轻松一些。如果你不被解决，那么实验室将一直对你进行追踪，天南海北，你逃不了的。我希望程宇能有一个全新的身份，一个正常人的全新身份。看着他依旧没什么颜色的脸，我不禁抚摸上他的侧颜，说道：“对不起，但我会带你出去的。”说完，我站起身，准备重新将冰柜推回去。可我的手刚触上柜壁，出去之后呢？寂静的空间突然响起了第2个人的嗓音。我一愣，不可思议地抬头，视线中程宇缓缓坐了起来，长睫虚弱的扇动，暗红色的眼瞳一眨不眨地盯着我，嘴唇还带着些微的苍白。你话到嘴边，我顿时又停住了。是了，程宇的体质一向是个谜，能不按正常时间苏醒，似乎也没什么好惊讶的。他又问：“姐姐还没回答我的问题，出去之后你又会怎样？”这个问题我其实没怎么想。程宇扶着柜壁，一点点靠近我。出去之后，姐姐立刻和我结婚好不好？我瞪大了眼睛，看我不说话，程宇又道：“我说过，如果最后我没赌输，我就和姐姐一生一世一双人。姐姐，你既然给了我赢的筹码，又怎么可以赖账？”受不了他这样的强词夺理，我轻笑一声：“好，出去后我们就结婚。”今日，我终于与他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白色的教堂，一群群白色的鸽子扑棱着翅膀飞起，金灿灿的暖阳透过教堂斑驳的窗口，一束束的洒进来，下出的一切都让人感到无比的惬意和舒畅。看着他脸上洋溢着的幸福笑容，我情不自禁地笑了。当司仪说完祝福的话语后，我低头为他戴上了戒指，一枚象征着所有权的戒指盯着他玫瑰花般娇艳的嘴唇。我没有丝毫犹豫，扶着他的脖颈就吻了下去。他害羞地推搡着我，手指不自觉地轻轻掐着我的手臂，而我却全然不顾。我已经等这一天等了整整2年，仪式性的轻轻一触根本无法平息我内心那如野草般肆虐疯长的欲望。唯有每一次深深的吻，初夏的暖阳如美酒般照得人心底沉醉，可我心底的黑暗却无休无止，不可遏制的不断滋生蔓延。我想将他拆嚼入腹，想将他整个人嵌进我的身体，融为一体，更想立刻与他抵死缠绵，不眠不休。都说蛇是不见天日的冷血爬行动物，昼伏夜出，如同恶魔般阴暗而狠毒。说的一点没错，这就是真正的我，揭开在他面前的所有乖巧伪装，完完整整的我。我体内的基因有 97% 源自蛇类，这意味着人性仅占不到 3%。 每天清晨看着身旁的他，我竟邪恶的希望能把他拽入地狱。我渴望他臣服于我，想尽情占有他，让他每天为我痴狂。但我深知以姐姐那冷硬的性子，我这般肆意暴露本性，最终只会适得其反。都说最厉害的猎人常以猎物的模样出现，身为优秀的猎人，就该让猎物一步步主动落入自己设的圈套，然后再也无法逃脱。幸好我们已经结婚，有了婚书，我便拥有了独占他的权利。然而我也清楚，他的身体属于我，可他的心却还离我很远。毕竟谁会爱上自己的试验品呢？他那么理性的人更不可能。他会爱上我并与我结婚，完全是我对他使用了手段。他不知道，从他给我电脑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已在暗处为他织了一张大网，只等他一步步踏入。他也不知道，研究所的系统早在1年前就被我攻破，里面的一切数据都在我眼底，包括监控中他在实验室里的一举一动、一颦一笑。他更不知道，从我发情期来临那天起，他就已完全落入我的圈套。我预判了他的反应，与他朝夕相处3年，没人比我更了解他。他不喜欢强迫，那我就装作为他着想，装出可怜和倔强。
低级的猎手用蛮力强迫猎物，而高级的猎人从一开始就懂得如何攻破猎物的心理防线。那4天的纠缠，我在他恍惚之际给他注射了自行研制的多巴胺激素，有了这种激素，他就会产生恋爱的错觉，一感受到我的气息就心跳加速。当然，只对我如此。我其实明白自己这样很不对，他教给我的道德伦理已被我完全背弃。但作为一只阴险的蛇类，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欲望和邪念。科学是个难以定义的东西，好人用它造福人类，坏人也能借此为所欲为。而我所求的，不过是与我在这世界上唯一的光和希望长久相伴。他的世界有太多东西，有实验室的友谊，有父母的疼爱与珍视，还有自然界的存亡与复苏。而我的世界只有他，他是我的一切，所以他的一切也必须完完全全属于我。一想到这段黑暗的时期，我心中的黑暗愈发蔓延，不自觉加大了搂住他的力道。或许他察觉到了什么，原本结束新婚之夜正躺在我怀里沉睡的他突然睁开了眼，他那漂亮的眼眸一动不动地盯着我，眼中透着淡淡的审视。我内心警惕起来，但脸上仍挂着温柔的笑容。怎么了？身体不舒服吗？他微微皱起眉头，推开我的手，动了动身子，想要坐起来。不知为何，我心中总有种不祥的预感，这让我很难过。我悄然吻了吻他的后背，微微用力，瞬间又拉近了两人的距离。真好，肌肤相处的温度让我有了更多安全感，不然我总觉得自己只是握着一团空气，随时可能被风吹走。我又吻了吻他白皙的脖颈，缠绵又蛊惑地说：怎么会呢？如今一切不是都安定了吗？再也没人能把我们分开。他顿了顿，眼眸微微一动，似乎在思考我的话。但我怎能容许突然有所察觉的妻子继续胡思乱想？我加大了些力道。他咬住嘴唇，流下一行眼泪。也是，程宇，我们永远在一起。我盯着他微微红肿的眼眸，搂紧他的腰，也笑了。我们永远在一起。